物业群里突然出现一份蹭网通知：我家没交网费，因为宝宝不能染上网瘾，但工作娱乐需要，偶尔要用网，因此请各位邻居自觉共享。我忍不住啧啧称奇，头一次见有人把蹭网说的这么洋气。群里其他住户清一色的好的可以，但我不服付过水，我直接在群里回复滚。下一秒我的手机就弹出一个好友申请。群里你啥意思？赶紧把密码发给我，不要耽误我家用网。别人都通过了，你也快点通过。女娲捏你的时候，是不是多给了一层脸皮？真厚。下一刻，门铃响，通过门口监控，我看到一男一女气势汹汹的站着。开门，你什么意思？快点，我老公有个文件要改，现在就你还没睡。要不你们进来，我给你们沏点水果，沏点茶，再开着空调，在我家改完再走啊！我靠，有这种好事？你个二货，听不出正反话吗？快点把 WiFi 密码交出来，11点之前我必须改完上床睡觉，不然睡不够8小时。要你好看。不服听着这话，无语的翻了个白眼，直接给气笑了。二话不说，直接拿出手机报警，顺便通过门上的对讲机逗弄这夫妻俩。行啊，记好啊，密码是9014SB。杨伟和张碧池连忙输入密码，然而显示密码错误，顿时明白自己被耍了。刚想继续拍门，这时候叔叔到了，并在来的路上已经听物业了解了情况，到了现场更是无语。你们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。张碧池哭哭啼啼上前拽住警察的袖子。警察同志，邻里邻居的，互相帮帮忙，怎么了呢？他不光冷血无情，还辱骂我们。我听说骂人也是犯法的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。场面顿时又尴尬又滑稽，看得出警察在努力控制不翻白眼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，你们在这里大吵大闹属于扰民。至于网络问题，人家没有义务免费共享给你们使用，你们尽快自己去办理一个好吧。小伙子，今晚你就借他们用一下，解个燃眉之急。明天你密码改掉，你们俩以后不准因为这事骚扰别人了。警察和不服见这两人连连点头保证，等警察走后，不服也赶紧闪回家，关紧大门。西西，你快点改文件去，我趁机把最近在追的剧看一集，白天在公司看的一点都不过瘾。不服来到客厅，连忙打开了屏幕镜像功能，开始对着那台电视投屏恐怖片，投个几秒又取消，如此反复。马上楼道传来两人的惨叫声。第二天一早，不服在门口碰到了刚回家的902住户。大哥，那两口子加你没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叫乔真，工作需要3班倒，昨晚上夜班，勉强逃过一劫。这两口子简直是奇葩中的战斗机。我朋友是老师，带他家的孩子给气哭过几次。老师，我家龙南今晚回家尿有点黄，麻烦你在学校督促他多喝水。老师，为什么龙南的课本有缺页？你发的时候没检查吗？这有点针对我家孩子了吧？老师，龙南不喜欢吃熟葱，请你跟学校食堂说一下，换成姜蒜爆锅。短短几句话，不服看完胆战心惊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家人也太离谱了。就在两人正感慨这家人实在奇葩时，一道尖锐的女声传来：903的昨晚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不服无视他翻了一个白眼，张碧池气不过，转脸看向乔真，语气更是理直气壮：你怎么不加我好友？赶紧把你家 WiFi 密码发我。听说你上晚班，刚好晚上也不用网，闲着也是浪费。你家白天没人，我下了夜班刚好去补觉行吗？闲着也是浪费。看看你俩，男的没有个男人样，女的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一看就没有生儿子的福相。哎呦喂，你这小嘴儿抹了开塞露了是吧？你敢骂我？就在这时，杨张龙南慢悠悠从张碧池身后走了出来。张碧池不再搭理二人，赶紧带着儿子去上学了。昨晚你给密码了吗？不服点点头，把昨晚发生的事情给乔真说了一遍。唉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吃过晚饭，张碧池穿着睡衣过来了，说有亲戚要来，他家住不下，让不服和乔真把房子给他们借住一下。白天你上班家里没人，他们住你家，晚上乔真上班不在家，住他家。不服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，没有理他。哎呀，我们也不白住，一天给你们20还不行吗？20块，我哪花得完呀？赶紧走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不借住，我只能让我家亲戚打地铺，住走廊上，到时候你别嫌挡道就行。你个狗！这天不服下班回到家，就看见张碧池在每个房间门口放了一个尿壶一样的东西，其中一个就在不服家门口。不服明白这是和自己杠上了，不过他也有办法，谁家还没个亲戚了？喂爸，把老奶送来，跟我住一块。75岁，正是闯的年纪。不服最爱和他老奶一块吃鱼，因为他的老奶啊最会挑刺。超雄老奶驾到，统统闪开。这天老奶刚到，不服出门接老奶，刚搬下来老奶的行李，不服爸一脚油门就没理，生怕不服反悔。可是冤家路窄，在电梯里碰上了张碧池母子。杨张龙南站前面，也不知道他几天没洗澡了，臭得不服不敢喘气。你们娘儿俩挖大粪去了吗？臭死我了！这辈子没洗过澡，也不至于这个死味，比我老头子的还特么顶。这时龙南突然袭击不服裆部，不服抬腿防御，龙南撞上刺痛，刚好电梯到了9楼，一行人下去，离开了监控视野。咋了崽子？张碧池看见孩子摸着背喊疼，先一步扬起手，没事奶，你往后站，别碰着你。
既然张碧池这个家长不作为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不服扬起手朝着张碧池拍过去，被张碧池稳稳的用眼接住了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你个败类，还想动我儿子，搞不清自己的地位。这时老奶直接冲过来，一巴掌呼在了他另边脸上。你骂谁？儿子了不起，不就多了那2两肉？我看没了你还敢嘚瑟不？说完，老奶从自己的布袋里摸出了一把小剪子。你别过来！然后老奶直接掏出自己的身份证。看好了，我75岁了，宰了你俩都不用坐牢，不信你试试。果然还是要用魔法来打败魔法。张碧池也不敢再纠缠，拽着他的好大儿闪回了家。怂包！从小不服老奶就和妈妈不对付，有一次不服在学校被人欺负了。别人欺负你，你不能再欺负回去，不然和那些坏蛋有啥两样？老奶冷哼一声，拉着不服来到了那个男生面前。你尽管放心踢，奶在这呢。不服鼓起勇气，狠狠地踢向男生的腿弯，那个男生吃痛地跪了下去。回家后，妈妈大发雷霆，嫌老奶不教好，把一个孩子变得暴力野蛮。你好，你特么让人踩脸上一脚，还给人擦鞋。此刻不服老奶边躺在沙发上玩斗地主，边跟不服吐槽：崽崽，你让我来，我甭提多高兴。我打会儿游戏也管。不服擦了擦额头冒出的冷汗。奶啊，您动不动玩到半夜3点，还充了不少钱。确实得管。正说得开心呢，外面忽然熙攘起来，听着好像有不少人在走廊。不服忽然想起来，搞不好是901家亲戚来了。不服凑到猫眼上一看，差点瞎掉，一个男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下用尿壶。不服拉开门，不是，你们能注意点吗？这是公共场合。你让他们住你家，不就没这些事了？来人是张碧池，直勾勾地看着不服。年轻男人竟然再次拉开裤链对着不服。突然旁边传来了老奶的惊呼：怎么把我绿泡泡封了？还真是，你干啥了，老奶？我拍小鸟发我姐妹群里给他们看看，怎么给我封了？男人闻言赶紧把裤子提了起来。你为什么拍我？就拍你，你脱了不就想让人拍的吗？还有把你们的破烂赶紧拿走，不然明天我全拿去回收站卖了。对，不然我就打消防举报你们乱堆杂物。父子俩气得脸色一下就变青了，恶狠狠地瞪了不服和老奶一眼。但是看着不服举起的手机，还是转过头去收拾自己的行李了。不过收拾的动静很大，好像把怨气都发给行李了。那父子俩当天就把走廊的东西清空，不见踪影，气得张碧池在门口破口大骂：你们是人吗？我老家亲戚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们就这样把他们逼走了？他们是农村来的，生活习惯不好，你们就能歧视他们了吗？不服没有理他，而老奶则打开门。我咋早没认识你个玩意儿，这么会叫唤，当初就该让你来给我老头子哭丧。骂完老奶便转身回家，砰的一下关了门。此后的好几天看见张碧池，他都避开走。不服还以为张碧池这次真服了。他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式儿的。果然好景不长，很快不服被公司约谈了。领导的意思是不服生活作风有问题，和已婚女子暧昧不清，被人家丈夫举报了，并呈上了罪证。厚厚一摞打印好的聊天记录，左侧的头像和昵称跟不服一样，右侧头像是个性感辣妹。可不服最近聊过天的异性只有一个送外卖的小姐姐。显而易见，肯定是901搞的鬼。不服想起来，前些天发了几只帆布包，印着公司的名称。最近他通勤一直背着，有回在电梯上碰到901家，杨张龙南还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包上的名称读了出来，所以他们知道不服在哪上班也很正常。造黄谣这种手段低劣却好用，领导害怕公司会发生原配怒打小三的场景，也怕人家会去网上发酵，造成恶劣影响，委婉的劝不服主动递辞呈。主任，你相信我。不服啊，我知道你是清白的，这不是目前风向不好吗？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你再回来就好了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这破公司不带也罢。离开公司，不服直接找了个律师，给了他2起案子，起诉张伟和张碧池诽谤，以及跟公司进行劳动仲裁。那些聊天记录不服仔细看过，也找专业人士鉴定了，得出了一致的结论，这是 PS 出来的。而那个造谣人员，不服也找到了主人，就是隔壁901的杨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你也尝尝被说出轨的感觉。不服大概有了思路，欢快的往家赶，结果还在电梯里，不服就听到走廊传来老奶的咒骂声。不服暗叫不好，老奶是不是又跟901家吵起来了？她虽然战斗力强，但毕竟也是个70多岁的老人。电梯门一开，一个姑娘哭得梨花带雨，我奶唾沫横飞。奶，这是咋的？不服走近仔细一听，发现老奶竟然是在安慰那个哭泣的女孩。你没错，你哭啥？都是玩意儿，拿小姑娘开刀，干什么不好？给你造黄谣，让你把工作给丢了。女孩叫彤彤，是乔真的闺蜜，也是杨张龙南的前班主任。为啥是钱呢？因为她被张碧池举报的丢了工作，理由竟然跟不服如出一辙。张碧池认为她勾引杨伟，但是事实是彤彤正常给杨伟发消息，沟通一下学习问题。杨张龙南学习怎么样？彤彤叹了口气，数学勉强及格，语文常年20-30分，英语看能蒙对几个选择。因为跟张碧池实在无法沟通，彤彤只好去找杨伟，他是孩子的父亲，看着似乎也正常点，却不想彻底捅了大娄子。我那天就给他爸爸发了条消息，杨张龙南爸爸，针对他近期在校表现情况，需要跟您沟通下，您方便吗？
结果她就说我勾引她老公。这其实不是彤彤第一次被张碧池举报了，校领导未必不知道错不在彤彤，但觉得她性子软，压不住这种神经质家长，也是委婉的劝退。听完故事始末，老奶拉过不服的肩膀，看着彤彤，可惜你不是我带出来的孩子，我家仔仔碰见这种事就不能叫人拿捏了，非得让那两口子吃不了兜着走。奶，我也离职了。倒反天罡，我年轻那会儿都是让别人丢工作，到了你还被人整得失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丢不起这人，你得把厂子给我找回来。回家的路上，不服早就想好了招数。张碧池把儿子和老公视作天，能打败他的也只有他俩。而杨伟怕张碧池，杨伟如果被爆出轨，接下来张碧池自己会去办。而至于杨张龙南，他生在这种家庭，已经是最严厉的惩罚了。奶，我给你买1000块钱的欢乐豆，再给你买把躺椅，您傍晚坐走廊玩斗地主就行，我在旁边配合您。彤彤，你和乔真出去找工作，顺便暗中观察杨伟，找机会给他泼脏水。第二天傍晚，老奶乐颠颠地躺在躺椅上，在走廊开始玩游戏，不服在旁边坐着处理文件。杨张龙南放学回来了，看到老奶手里的手机，两眼冒光，步子都挪不动。张碧池见了，如临大敌，你怎么能在我家孩子面前玩游戏？他眼馋想玩怎么办？那就给他玩。我命令你赶紧把手机收起来，以后不准这种垃圾玩意儿出现在我儿子眼前。哎，命令老娘，你算是哪根菜？老奶抄起边上的扫帚朝张碧池打去，张碧池逃也似的带着杨张龙南回了家。一路上，杨张龙南还在回头看老奶的手机。没一会，901户传出了剁肉的声音，估计张碧池开始做晚饭了。又过了一会，他家大门开了，杨张龙南探头探脑的钻了出来，他讨好的看向老奶。奶奶，手机能给我玩会儿吗？此后每天如此，杨张龙南偷溜出来玩老奶的手机，老奶还给他下了个眼下爆火的小游戏。1个月后，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。龙南天天在家里发脾气，要手机，要家里拉网线，说张碧池是坏妈妈，而老奶是天底下最好的奶奶。这天晚上，张碧池终于忍不住跑来找我们算账了。大人之间的恩怨，为什么要牵扯孩子？你们用网络毒害我儿子，是什么居心？这时不服和老奶开始说起来相声。你看你操心的，年纪轻轻，看着跟我70多岁老太差不了几岁。没有不好的网络，只有不会正确引导的家长。我们也没有毒害你儿子，你看他现在多开心。以前你不让他接触网络，他和同学都没有话题，大家都不喜欢他。劳逸结合才对，一味的挡着他认识世界没用。我儿子本来开窍就比别人晚，成绩不那么理想，你们还拖他后腿。这时张碧池突然一拍脑袋，想起了啥。哎呀，他今天有考试，出成绩都不告诉我，肯定是没考好。看看你们，把我儿子都带坏了。谁说的？他考挺好。事实上，张碧池知道他儿子考得不错，因为老奶告诉杨张龙南，成绩进步了才能继续玩他的手机。比起来自己孩子学习退步，其实张碧池真正怕的是失去对他的掌控。儿子迷上了网络却学习进步，喜欢跟爸妈有矛盾的邻居老奶，这些对于张碧池而言是未知，是恐惧。回到家，张碧池让龙南把成绩单拿出来，龙南一边玩手机一边掏出成绩单，当看到成绩单的优字时，顿时怒了起来，朝着龙南打去。姑娘，大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惹你们，我真怕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们不能拐跑他。这时不服拿出判决书，你们造谣诽谤我的判决书下来了，罚款500，并给我正式道歉，我全程录像录音，这可是我劳动仲裁也用得到的证据。张碧池掏出手机，不情愿地扫了500户去。之前说好了的，再给我充点欢乐豆。老太太真是人菜瘾大。那天以后，901户家里也拉网线了。他们不是怕杨张龙南染上网瘾，更多的是享受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和摆布。而乔真和彤彤也意外地查到了杨伟真正的第三者。彤彤说这是让不服别掺和了，觉得不服他家的恩怨差不多也算完了。我倒想玩，可那两口子不想。张碧池最近他们看着平和不少，见面还笑眯眯地跟不服打招呼，甚至这天还送了捆韭菜给不服和老奶吃，说是老家亲戚自己种的新鲜。然而老奶却一把丢进了垃圾桶。两个蠢东西在里面掺水仙，当我看不出来。这招都是我老太太玩剩下的，等着这事可还没完呢。果不其然，又被老奶预判了。这天物业在小区广场放电影，不服护送老奶挤进人群时，不小心碰到了杨伟。没等不服反应过来，女人凄厉的哭声先传了出来。非礼呀！求求你们放过我们这善良的一家人吧！我碰到的是你老公，而且我是男的。各位业主啊，你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被他们欺负惨了。先是……然而张碧池话还没说完，老奶直接往地下一躺。哎呦喂，欺负老人了，天理何在啊！求求你们了，别再抓着我们不放了。不服看到这里，马上在群里给乔真和彤彤发了个计划有变的消息。他们教唆我家儿子玩网游，好好的孩子成了网瘾少年。哎呦，怎么能这样啊！祸害别人孩子，最讨厌这种人了。我在家管孩子管得好好的，一出门看到那些刷短视频、玩游戏的，就走不动道。他们强行蹭我家网，不给蹭还带亲戚来骚扰，还污蔑我，害我丢了工作。我就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看80%是他们自己管不明白孩子，赖到人家身上。现在找工作多难啊，给人整失业了，
真缺德！我家孩子和他家孩子一个学校，确实很难惹的一对家长，有个老师都被他们逼得辞职了呢。见风向有变，张碧池狗改不了吃屎，又开始污蔑不服。要不是你存心勾引我老公，我能去你们公司举报你吗？就在刚才，他还趁人多摸我老公胳膊呢。此话一出，氛围变了，大家的表情都变得暧昧起来，尤其是有的人看我眼神极其古怪。小伙子不一般呀！勾引她老公的另有其人，不信你们看大屏幕。乔真和彤彤趁机溜进去，把他们这些日子搜集到的证据用电脑投在了大屏幕上。杨伟和其中一个女同事不是偷偷拉个小手，就是躲在茶水间亲个小嘴，有时候杨伟的手都放在人家的腿上了。这画面一出现，张碧池就疯了，气得一脚踹到了杨伟最重要的地方，杨伟吃痛嗚呼在地。你不是说只是找别人做的聊天记录吗？合着跟我玩真的？你都多久没亲过我了？原来在外面亲别人，去死吧你！老奶一个咕噜爬起来，拉着布服就钻进人堆里。远远的看，小心别把血溅到咱身上。杨伟一个翻滚，躲过了张碧池的攻击，站了起来。这怪得着我们？就赖你个母老虎，控制狂，天天说我没本事。他不一样，他只会夸我厉害。哇，这不是杨张龙南的爸爸妈妈吗？叔叔阿姨，你们别打了，我讨厌你们。901这一家子彻底在小区里社死了，他们不搬也不行了，只好把房子低价挂牌出售，灰溜溜的连夜搬走。布服的劳动仲裁也胜诉，赔偿金悉数到账。布服要拉着老奶去买个按摩椅，省得他玩手机太累。老奶却拎着小包袱和鸡毛掸子从房间里出来。我要回老家了，还是老家自在，跟你们年轻人住不到一块。你记住喽，崽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他祖宗18代。布服眼睛一酸，这才迟钝的反应过来，老奶肯定是知道我在这有麻烦了，才同意过来的。他是想替我撑腰呢，像小时候那样。但是这个按摩椅该买的买，我回老家也用得上。我哭笑不得，立马在网上下单，地址填了老家的。老奶回家后的第3天，布服爸发来一条视频，难得一见的，他和布服妈婆媳融洽的并排坐在湖边。原来老奶回来把这件事和布服爸妈说了，布服妈这时候也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确实应该好好还击回去，于是开始和老奶请教这种说话的艺术。这天老奶和布服妈来到公园，遇见了之前不对付的同事。哎呀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布服妈本来想像之前那样无视他，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去。老奶用胳膊肘轻轻拐了拐布服妈，布服妈反应过来了，双手叉腰开始还击。我当是谁呢？自己家里一摊子烂货没收拾，哪来那么大口气？这一次布服妈大胜而归，走路都有气势性，但是老奶还是有些不满意。哎呀，不对，你的重音应该放在第1个字，不然人家以为你真在问候他母亲呢。算了，你刚入门，摸不到精髓也正常。您别说，骂人真爽，胸前的郁积的怨气都散了不少。崽崽，爸怎么觉得背后凉飕飕的？布服意犹未尽的又看了几遍视频。爸爸呀，妈妈学到了老奶的精髓，脾气怕是不会有以前那么温柔喽。这下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小福在家吗？我做了些排骨，端点过来给你尝尝。哎，来了，谢谢你。布服对901的反击一战成名，小区的居民见到布服都会主动问好。也是因为这件事反击的很果断，布服也因此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过着平淡温馨的生活。